你最近有刷到那个 QQ 音乐的巅峰大秀吗？这种活动太多了，对吧？每年都有这么多所谓的跨界盛典，听名字都很宏大，但真正看下来的往往也就那么回事，无非是灯光一亮，音乐一响，然后大家摆个 pose 合影就结束了。看完现场那段流出的视频，我心里那种又是形式主义的预设直接被打破了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秀，更像是怎么说呢？一次文化碰撞后产生的火花。有点超出我的预料了，咱们先聊聊最核心的那个点吧。他们到底把什么融在了一起？是音乐，还有潮流单品。听起来好像挺抽象的，对吧？以前我们听歌就是耳机里放，买衣服就是商场里挑，两条线平行跑得很远。但这回 QQ 音乐巅峰榜居然把这个概念给揉碎了重组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像是突然有人告诉你，原来衣服是可以穿在身上的歌。你看他们的合作名单，真的很有看点。总共14家先锋品牌，按首字母排出来的时候，我都愣了一下。BCG、Bipolar、Beerlama 这些名字对于时尚圈来说可能不算生僻，再加上像 Champion 这种老牌的参与，还有陈宇、Head、Hold On、泪瓶、Smile Republic、Subtle、Hoosis、熏风、有钱花 Rich Flower 等等。这一串名字放在一起，给人的第一感觉不是整齐，而是丰富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会不会太杂了？每个品牌的调性都不一样，有的偏运动，有的偏艺术，有的更街头一些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不正是现在的趋势吗？谁还需要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呢？而且他们覆盖的范围特别广，运动系列、潮鞋、服饰、艺术家联名款，还有专门的潮搭系列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管你是每天泡健身房的，还是喜欢晚上去 club 蹦迪的，或者是单纯想在通勤路上穿出点个性的，都能在这找到对应的那一款。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用的词 remix。 这个词本来是搞音乐的人常用的，现在拿来形容衣服设计，听着就很有意思。想象一下，每一件单品都像是一个重新剪辑过的音频文件，布料是采样，剪裁是节奏。当你穿上那双鞋走在路上的时候，脚步踩下去的声音，会不会也是一种节奏的反馈？说到这儿，我想起那天看报道里提到的一个概念，让音乐可见。一开始我也觉得这话有点虚，旋律怎么看得见？声音怎么能摸得着？但后来他们举的例子倒是给了我不少启发。比如古典的节奏被凝练成了潮鞋的利落线条，这个设计思路我就很服气。还有和弦的层次变成了服饰上的撞色，这不仅仅是颜色好看那么简单，它是在试图用视觉去还原听觉里的和谐感。说唱的不羁风格藏在街头剪裁里，这种细节处理说明做这件事的人是真的懂行，不是在搞表面文章。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。很多时候我们穿衣服，潜意识里其实是在传递某种态度，只是自己没意识到。有了这种设计之后，你每次出门搭配的时候，就不再是简单的黑白灰三色组合，而是在表达你的音乐品味，你在说这就是我喜欢的调子。这种情绪上的连接，比单纯的 logo 堆砌要有价值的多。再说说场地，这次选在了成都 Cosmo， 这一点我真的必须得夸，选址的眼光非常毒辣。Cosmo 在年轻人眼里的地位不用多解释，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先锋的态度。如果是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传统场馆，可能效果会打个折扣，但在成都，那种氛围天然就契合这场大秀的主题。现场的描述听起来就很炸裂，动感音律跟潮流设计完成了一场沉浸式对话。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你在展馆里走动，耳边刚好播着即将合作的歌曲片段，眼前陈列的就是以这首歌为灵感的服装，甚至连展厅里的光影变化都配合着音效的节奏编排。这种沉浸感普通的大秀真给不了。我也注意到了到场的人员阵容， QQ 音乐的相关负责人，还有那14家联名品牌的主理人，以及深耕潮流领域的设计师。这些人坐在一起聊东西，肯定不是闲聊。据说他们还做了很多拆解工作，把音乐和时尚跨界的底层逻辑掰开了揉碎了讲。我不懂营销理论，但说实话，这种不神秘兮兮、坦诚分享背后的故事和思考的方式，真的很讨喜。现在大家对这种硬邦邦的公关稿早就不感冒了，人家愿意跟你交心，反而更能建立信任。说到作品落地，这就涉及到 QQ 音乐巅峰榜本身的价值了。很多人只知道它是一个榜单，但它收录的每一首作品背后，其实都藏着独特的情绪和态度。这次大秀聪明就聪明在，它把这些无形的音乐元素，通过具象的时尚语言给翻译出来了。比如运动系列的声音可视化，你可以理解为设计师把歌词里的某种情绪转化成了面料的纹理；服饰的多重旋律展现，
可能是指一件衣服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的不同色彩，就像一段旋律有起伏一样，潮搭潮谐的点睛和声，则是那种整体造型里恰到好处的点缀。我觉得这种方式避开了直接抄袭歌曲封面的低级操作，而是真正深入到了情感内核里去进行二次创作。每件衣服背后都有一个音乐故事，每次穿戴都是一次情感的唤醒，这也彻底打破了那种潮流有固定模板的刻板印象。以前总觉得潮流是有规律的，是可以预测的，流行什么就跟着穿什么，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音乐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它永远充满变数，没人知道下一个音符会是什么。同样，真正的潮流也应该是这样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无限可能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种模式让他们能在穿搭中找到专属的自我表达。每个人的音乐口味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找到的那件能表达自我的衣服也就不一样，表演环节也挺精彩的。潮流推荐官刘鑫领衔，加上奥斯卡、刘晨露、唐奥玛、林锦雄、何喜龙、TY、杨润泽、张亚文、Kisses 这些嘉宾轮番登场，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风格。当这些不同气场的表演者在同一个舞台上出现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不定义潮流的核心。不同风格的表演能够共存于同一舞台，而且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冲突，反而形成了互相照亮的关系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看很多节目或者活动，最怕的就是那种强行统一风格的做法，非要让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，做同样的动作，看起来整齐划一，但实际上完全没有灵魂。这场大秀给我的惊喜就在于，它证明了一个道理，多元化才是潮流的真谛。TY 作为说唱歌手出现，奥斯卡作为新锐偶像上台，刘鑫主持控场，角色定位完全不同，但站在一起却毫无违和感。这是因为他们都代表着某种真实的自我，而真实的东西从来都不会冲突台下观众的沉浸感，也很关键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坐在场地中央，看着台上灯光闪烁，音乐响起，模特们穿着各异的服装走出来，你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你不是在看一场秀，而是在经历一次文化的洗礼。这种感觉是我很久没有在普通商业活动中体会过了。而且特别喜欢的一点是，他们的表演不仅仅是为了娱乐，更是为了传递一种价值观，每个人的潮流态度都值得被看见。这一点听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能做到的人不多。很多商业活动嘴上说着包容多元，但实际上还是在推自己主推的那一套东西。但这次 QQ 音乐是真的做到了言行一致，从产业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这次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。音乐产业和潮流文化如何实现多样性发展，一直是困扰行业的难题。双方各有各自的受众群体，各自的发展节奏也不一样。但这次大秀找到了一个突破口，用共同的审美趣味作为连接点。这不仅为这座城市的潮流文化注入了新活力，成都本来就是中国的文创重镇，这样的事件会让整个城市的氛围更加活跃，更为音乐与时尚的跨界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新范例。未来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尝试，让两个原本平行的行业真正交织在一起。而且我注意到，这次的合作并不局限于线上推广，而是真正在线下落地生根。无论是品牌的联名款发售，还是现场的活动体验，或者是后续的内容传播，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。这种系统性的运作方式值得整个行业学习。写到这里，其实还有很多想说的，但感觉差不多到位了。这场大秀给我最大的启发是，创新和突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持续的坚持和投入。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既定的规则，他们喜欢自由，喜欢表达，喜欢独一无二。如果品牌和平台想要吸引这部分人群，就必须做出改变。QQ 音乐这次大秀的尝试，本质上就是在回应这种需求。我也相信，这只是开始，而不是结束。随着音乐和时尚的深度融合，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产品和体验。比如可穿戴设备结合音乐互动功能，虚拟现实中的虚拟服装发布，甚至是 AI 辅助的个性化穿搭建议，这些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热点。毕竟，作为一个普通人看这种大秀，我最关心的其实是我能不能从中感受到乐趣和价值。通过这次体验，我能明显感觉到主办方是真的想把这件事做好，而不是为了蹭热度随便搞一下。这种用心程度，观众是能感受得到的。总的来说，2025 QQ 音乐巅峰大秀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。音乐不再是单纯听觉的艺术，时尚也不再是单纯的视觉的呈现。当两者真正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
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不可估量的，对于喜欢音乐和时尚的朋友们来说，这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。而对于行业从业者来说，这是一次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案例。期待下一次能看到更加精彩的内容出现。真的，有时候改变就发生在你不经意间的一次点击、一次观看，或者一件衣服的穿搭里。